据悉，2015年拉瓦特乘坐印度本土生产的猎豹直升机时，就曾遭遇过坠机事故。他躲过了那场空难，但是没有躲过这一次。英国广播公司周三就分析称，尽管俄罗斯制造的米17V5是最先进的军用运输直升机之一，但印度空军机队的老化和低保障能力通常被认为是造成大量坠机事故的原因。其实装备老化只是一个方面的我觉得这个部队的训练等等也是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还有一个呢，我想其实跟民族性格也有关系也因为印度人做事的性格呢，其实有点马马虎虎差不多。所以呢，对于尤其是于这种高精尖的很多的装备武器来说印度人的操控能力其实是比较不够规范的所以可以看得到经常出现这样的这个问题。据悉，比平拉瓦特现年63岁，2016年12月出任印度陆军参谋长，2020年1月1号正式就任印度首任国防参谋长。该职务的设立是为了整合印度海陆空三军力量，所以名义上是印度陆海空三军的最高指挥官。拉瓦特还是国防部长拉杰纳特·辛格的首席军事顾问。由于印度国防部长是文官，拉瓦特堪称印度军方的1号人物。印度总统科温德和总理莫迪在社交媒体上也确认了该事故。由于拉瓦特在印度军方有着很深的人脉关系，莫迪一直以来比较倚重拉瓦特，两人甚至可以成为政治盟友。拉瓦特的意外身亡，不能不说是对近期连遭政改失败的莫迪的又一次打击。有分析认为，印度总理莫迪新设国防参谋长职位，并让拉瓦特担此重任，也是希望借助他的威望和影响力调解矛盾，整合作战力量。然而，拉瓦特在坠机事故中身亡，可能会打乱这一规划。值得注意的是，担任国防参谋长以来，拉瓦特曾多次渲染中国威胁，对中印关系缓和回温制造障碍。今年9月15号，拉瓦特在公开场合表示，印中之间存在文明冲突。11月11号，拉瓦特又在印度参加论坛时，高调宣称中国才是印度的头号敌人，而非巴基斯坦。他是第一个这样公开定义中国的印军高级将领。拉瓦特认为，印中两军首先应脱离接触，然后实现局势降温，重点是回到去年4月之前的最初状态。但这显然回避了印军首先并挑起争端的事实，并妄图将印方在中印边境蚕食中国领土固化下来。When the Chinese came forward, we moved forward. They came further ahead, we moved further ahead. 过去呢，印度的政客，像这个国防部长像这个他们的这个政治任命的官员说这个话，其实是比较多的。军方层面最高的领导人说这样的话不多见。这也就从一个侧面上说呢，说拉瓦特这个人是有很强硬的这个反华色彩的。这当然跟他的这个军队的履历也有关系他过去呢长期在这个对中国和对这个巴基斯坦的这个军队里头任职所以他带着很强的这个反中反巴的这个情绪了。环球时报周三晚发表锐评指出，我们不认为中印是敌人，所以我们认为拉瓦特的意外丧生值得同情。不过，我们想再次提醒部分对中国持激进态度的印度人，他们军用直升机的安全性没能保护国防参谋长的生命。尽管这一事故可能是低概率的，但还是反映了印度军事装备的低可靠性。落后是印度的最大敌人，而非中国。